你知道要在小雪节气吃刨汤吗？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呢，就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小雪节气的一些内容。小雪节气呢是24节气的第20个节气，那也是冬季的第2个节气。那为什么叫做小雪呢？因为在这个月令72候纪当中有这么一句说的是小雪10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此。意思就是说到了这个农历的10月中旬左右呢，这个气温的降低嘛，最开始呢降雨呢是以这种液态水的形式呈现的由于这个气温的降低，那逐渐呢形成了以固态的雪，也就是冰晶体的形式呈现的。那又因为这个时候呢没有到达最冷的时候，所以呢叫做小雪。小雪节气有哪些风俗习惯呢？有这个做腊味以及这个吃刨汤。那做腊味呢，其实就是民间的这个冬腊风烟，雪以御冬的这个说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小雪节气前后这个气温急剧下降，那这空气的湿度呢也变得非常的干燥。那人们呢就开始用这个做一些这个腊制品，什么香肠、腊肉以此储备起来等到了这个春节期间来食用。那这个吃刨汤呢，据说是这个土家族的一个风俗习惯说的是到了这个小雪节气的前后就到了这个土家族1年1度的这个杀年猪迎新年的这个民俗活动的时候了。那怎么做呢？人们呢就会用这个还带有热气的这种新鲜的猪肉来做一个精心的烹饪让所有的乡亲也好，父老也好亲朋好友在一起大家一起食用可谓是非常的生动形象了。那这个呢叫做这个吃刨汤。小雪节气呢也是分为3个物候现象的。这个小雪1候是红藏不见，小雪2候是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小雪3候是闭塞而成冬。小雪1候这个红藏不见，这个红呢指的就是彩虹。那为什么不见了呢？因为在这个甲骨文当中把这个红呢看成的是一个龙弓身两端呢就相当于是张开嘴的龙头古人们呢就非常用浪漫的想法呢来认为呢是这个龙呢是因为在这个雨后空中形成彩虹以后呢，龙在空中吸水。那因为到了小雪节气前后呢，这个气温的变化物候的变化呢，空气当中这个水分子减少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彩虹呢是通过光折射水，也是空气中水分子呢形成的彩虹。那到了小雪节气前后呢，空气当中这种液态的水呢变成了固态的雪，也就是水分子减少了，所以呢就很难看见彩虹了。所以呢用红藏不见，那藏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同时呢在这个尔雅释天里边把这个红的双龙形象呢是划分成雌雄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尔雅释天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说的是一个红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红，暗者为雌，雌曰霓。那所以说呢这个红，我们平时说的这个霓虹其实是指的2个东西。小雪2候是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那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易经当中呢是把天地之间的气相互交融，也就是非常顺畅通达的交融的这种状态呢叫做泰。但是到了冬天以后由于这个所谓的天气上腾地气下降，两者呢不仅不交融，那反而在远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郁结停滞的状态，所以叫做这个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那由于这个成了一种停滞的状态呢，所以呢有了这个小雪3候的闭塞而成冬。那因为它们不交融，就要停滞。那停滞以后呢，这个天气呢也就逐渐的向冬天过渡了。同时分享和小雪节气对应的72候花信封。小雪1候是茶树，小雪2候是寒兰，小雪3候是吉祥草。
以上呢就是我关于小雪节气内容知道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那如果你知道其他和小雪节气相关的内容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